就这里解决吧。大小姐逃婚失足坠落悬崖，记住，明日天亮前要找到身子。4个人，2把刀，1个火把，1个手退路。正面硬拼不行，先断绳，再找坡边小路。糟糕，上当了！我不想伤你们，让开！我只要回府。他回去，我们都完了！拦住他！大小姐，二夫人早防着你这一手了。这具身体太弱，撑不了太久。二夫人说了，今晚不能让你回丰府。看来你们是铁了心要置我于死地了。少废话，抓住他！就凭你们，大小姐饶命，我只是听命行事。告诉二夫人，我活着，她做过的事，我会一件件查清楚。谁？谁？听风楼，花无灭。你想做什么？我只是查丰府为何藏起嫡长女，没想到看见了更有意思的事。你看见了多少？看到了一个和传闻里不一样的风木雪，有意思。再不回去，你那位妹妹就要替站到博玉王面前了。此人看来暂时并无恶意，为何帮我？帮你？这趟路可不便宜。不对，这条路我走过，我死过。第一世，我是银祖特种兵，死在任务里；第二世，我是万凤宫雪贵妃景耀寒，你欠我的不止一条命。这一世，风木云不是万凤宫，我又换了一具身体。原来如此。你伤得不轻，按理说该找地方躲起来，而不是回丰府。我若躲起来，明日封家就会多一个失足嫡女。你回去，也未必有人信你。我不用所有人信，我只需要博玉王和宫中太监听见。你是想把家事变成圣旨问责？是他们先把嫡女藏起来的。你这身体再撑下去会倒。刀要倒在他们面前。大小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二夫人吩咐您今晚不能入府。博玉王选妃，封家嫡长女不能入府。大小姐，这是二夫人的吩咐，小的不敢违抗。二夫人的吩咐？难道二夫人要代表丰府抗旨？这……再不让开，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大小姐，您别为难小的。我不是为难你，我是在救你。今晚若被宫里问罪，第一个被推出去的就是你。二夫人有令，不能进。大小姐饶命！记住，不是我不饶你，是规矩不饶欺瞒圣旨的人。小的该死，大小姐恕罪。我扶你。不用，封家的门我自己进。封家这位嫡长女，真不像传闻里那个人。二夫人，封家嫡长女回来了。王爷，萧荣献丑了。一个在厅里献舞，一个在后山灭口，真是好安排。献丑了。
这么热闹，没人请我。姐姐，还认得我，挺好。二娘，该你解释了。二娘，该你解释了。啊，菲儿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病还没好，快回去歇着。二娘，我刚从后山回来，不急着休息。菲儿，别胡说。父亲也觉得我该死在后山。姐姐，你怎能这样说父亲？那你说，我今晚该在哪儿？封家嫡长女封暮雪，见过博玉王，见过公公。嫡长女，王爷见笑，菲儿身子弱，平日少见客，今夜怕是受惊了。是少见客，柴房门锁着，想见也见不着。柴房？菲儿，你受了惊，话不能乱说。那这个呢，也是我乱说出来的。圣旨选妃，封家适龄女子皆须在场，若有人故意隐瞒，便是欺瞒圣人。二娘，现在还要送我回房吗？封府选妃果然有趣。公公误会了，菲儿自小体弱，我只是让人照看她。照看到后山，你这孩子受了惊就乱说。门上有锁，腕上有痕，后山有人。二娘，还要我说的再清楚点吗？姐姐，没凭没据，你可不能这样污蔑母亲。我活着回来，不就是你们最不想要的证据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够了！来人，把大小姐送回去。我看谁敢动她。王爷，这是封府家事。本王还没听完。他不是帮我，他是在看戏。站不稳还逞强。松手，我不用你扶。你倒了，本王可没戏看了。王爷，戏还没看够吗？还差点意思。就比如这段。本王今晚就要听他说完。封家嫡女胆子不小，胆子小的今晚回不来。姐姐，你一回来就闹成这样，可想过封家的脸面？我被关起来的时候，封家的脸面挺安稳。菲儿，适可而止。父亲放心，我还没开始。闯宴、告状、顶撞父亲，还敢呛本王？王爷要罚，本王若选你呢？我不嫁。拒绝本王。王爷听得很清楚。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知道，今晚已经有人替我安排过一次命，够了。王爷若救我，我谢；若看戏，我陪；若想定我的路，那就不必了。风暮雪，你比传闻难办。传闻里的我，大概比较好欺负。封大人，今夜选妃宴怕是不宜再继续了。公公说的是，封府改日入宫请罪。菲儿受惊了，宣父下去歇着吧。人都站不稳了，还打算送去哪儿？自然是送回他自己的住处。我的住处？父亲说的是柴房，还是那间连灯都没有的偏院？本王也想知道封家嫡女住哪儿。公公，今日封府失礼，下官
亲自送您。冯大人，好自为之。风大人，不带路。菲儿身子弱，平日住的清静些。清静，还是见不得人。王爷误会了，菲儿从小喜静，那院子虽偏，却也自在。二娘记错了，我原本住的是听雨轩。姐姐，怎么，妹妹住久了，连原主是谁都忘了？听雨轩我住了很多年，所以今晚该还了。里面都是我的东西，搬走。姐姐一定要这样逼我？我只是回自己的院子，你觉得被逼是因为站得太久？菲儿，都是一家人，别把话说绝。二娘放心，我今晚只认门，不认人。风大人，门开着，赶紧安排吧。从今夜起，我住这里。把你的东西搬走吧。把你的东西搬走吧。原来丰府不是没银子，是没给我用。姐姐，今晚太晚了，明日再搬，好不好？不好，我今晚就住。菲儿，你身上还有伤，何必折腾？二娘是心疼我，还是心疼她？丰府的偏心倒是摆得挺整齐。今晚搬空。旧东西，旧东西而已，我还没问他来历。镇屋钥匙，看他做什么。妹妹慢慢搬，你的东西我一样都不想沾。娘，他看见了。娘，他看见了，收起来。他会不会知道？闭嘴！他还要搬。继续，菲儿，院子给你了，还不够吗？二娘说错了，不是给，是还。姐姐，这些都是我用惯的东西，所以才要搬走。你嫌我脏？真话不好听。菲儿，话别说太满，住进来容易，住得安稳未必容易。二娘放心，我这个人命硬，睡哪都安稳。妹妹的东西可要抱紧了，别再掉出什么不该掉。走。娘，他一定看见宫花了。看见又如何？他没有证据。可他现在有王爷撑腰，王爷也护不住他。娘，去把小桃叫来。夫人，明早起，你去听雨轩伺候。听雨轩？怎么，不愿意？奴婢不敢。夫人，这药你认识药？让你送就是了。大小姐刚回来，奴婢怕她不信我，所以要你去。你弟弟在庄子上是吧？夫人，我弟弟什么都没做。他有没有做，要看你明早做的好不好。夫人，求您别动他。那就把药送进去，看着他喝下，
记住，是补药。若大小姐问起呢？就说是我心疼她。笑什么？没什么，母亲一向心善。拿着，药送到，你弟弟平安；药送不到，你就去庄子上给他。奴婢送，奴婢一定送。明早天亮前，先去听雨轩门外候着。是。娘，他会不会坏事？他不敢。那风木雪呢？他不是嫌你的东西脏吗？明日就让他自己脏。别乱看。是。从早到现在没动静，倒不像他们的性子。越安静，越该小心。大小姐，夫人让奴婢送补药。你怕我？奴婢不敢。那你抖什么？补药。替我谢二娘。算你识相。软筋散。夫人，大小姐喝了，全喝了。是的，一口没剩。他可有起疑？问了2句，最后还是喝了。那喝完之后呢？喝完就靠在榻边，脸色很白。娘，成了。算算时间，药效也应该发作了。准备的人呢？在大小姐后门候着。娘，现在就去吗？现在就去。这次看他还怎么装清高。你去听雨轩门外守着。夫人，我记住，别喊早了。奴婢明白。明白就好。你要知道，你弟弟的命就握在你手里。不要让我娘失望。奴婢不敢忘。这里面真是冯家大小姐吗？别多嘴，让你进你就进，这是你的福气。我不是心里没底吗？别废话，进去。大小姐，大小姐是你吗？别怪我，我也是拿钱办事。谁给你的钱？你怎么醒了？回答我，谁给你的钱？反正你也跑不了，问这个做什么？别出声。大小姐，你喊一声，我让你以后都喊不出来。谁让你来的？是后门那个丫鬟。银子谁给你的？就是她，她说你喝了药，就让我。这么长时间，怎么还没动静？成了。大
大小姐，大小姐饶命！那就留着命，把话说清楚。姐姐，你屋里怎么有动静？哼，来得真快。姐姐，你屋里怎么有男人的声音？妹妹，你们来的可真准时啊！你怎么没事儿？那你说我该有什么事呢？我是说，姐姐屋里怎么会有男人？是啊，我也想问这男人从哪儿来的。说，谁给你的？是后门那个丫鬟，她给我银子，让我进来。够了，把这贼人拖出去！慢着，父亲，你急什么？还没问完，打死了，正好没人开口，死无对证吗？菲儿，出了这种事，先保住你的名声要紧。二娘若真担心我的名声，就不该带这么多人来。姐姐，你不能因为出事就反咬我们，是吗？我还没咬你就疼了。小桃，是大小姐，是小红带她来的。她说，等屋里有动静，就让奴婢喊人。你胡说！奴婢不敢胡说。夫人还拿奴婢弟弟的命逼奴婢，贱婢！二娘，骂他做什么？这话不是二娘说的吗？够了，今晚的事谁都不许外传。不外传吗？你弟弟叫什么？你弟弟叫什么？回大小姐，我弟弟叫小石头。你家住在哪儿？我家在清淮庄。不知所谓，一个贱卑的话，你也信？二娘，你是怕我信吗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有什么好怕的？好了，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，今晚已经够乱了。父亲是想把事情压下去吗？不过想息事宁人，就此作罢，也不是不可以。把小桃留下，从此以后她是我的人了。不行，她是我院里的人，现在不是了。你不要无理取闹。父亲若想封府清静，就别让他今晚死在二娘院里。凤木飞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姐姐，你非要把母亲想得这么坏吗？我本不愿这么想，我只是见得多了。小桃就留在听雨轩吧，把此人先带下去。全凭老爷安排，如此便好。大小姐怎么来了？问就是。小的记性不好。我还没问。我母亲死前最后一碗药是谁送的？大夫人是病没的。我问谁送药？是小的送的，可药不是小的煎的。刘管事，谁让你送的？大小姐，别问了。药里有什么？你怎么知道？看来不是病。小的也是听命办事。听谁的命？刘管事，有人！大小姐，她还活着。谁让你送药？别查。我母亲是不是被害死的？血。主人，
薛家，我要出府。现在留在这里，他们只会先封我的嘴。我得在他们想好烧词前查出这个薛是谁。姑娘要什么药？止血、消炎、退热。消炎？清疮化毒的。伤得不轻啊。给我抓药就行。来时白氏药铺还不让问病，问了你能治？大夫，救救我儿子，他喘不上气！快银针！先放平，不能放平！你别乱动，再等他就没气了。多谢姑娘，多谢姑娘！别，先让孩子缓缓气。你刚才那是什么手法？救命的手法。让那位姑娘进来。师父，刚才那手法，老夫没见过。能救命就行。你到底从哪儿学的？能救人就够了，何必追根问底？凶手中刀，血流不止，怎么救？先压血，不拔刀，固定伤处，别让刀口二次撕开。若一营人同时发热，乏力，先查水，再查凉。为何不是先用药？跟不着，药就是拖命。你去过军营？见过死人。老夫想收你为徒。不拜。你可知我师父是什么身份？我缺药，不缺师父。那你想要什么？药材，安静。还有别问我的来处，刚才那种救命法，我教。见此令牌，白氏各铺可雕急药，但你若拿它害人，老夫亲自收回。我学医是为了让人活，活着才能查清该查的事。王爷，卷宗查到了，封穆妃10几年未出封府，性子怯弱，不通医术，不会武。写这卷宗的人眼睛不好。王爷，白氏药铺有消息，说白神医还给了他一枚医馆令牌。白神医的令牌可不是随便给人的，他身上会的东西比封府知道的多，还有封夫人旧案。查到什么？封夫人死前曾与宫里一桩旧事有牵连。哪座宫？万凤宫。薛贵妃生前住的万凤宫。封夫人，万凤宫，薛家，这就不是封府家事了。王爷，要不要提醒封小姐？她不会听。那怎么办？跟着，别让她一个人撞进宫里的旧坑。请要喊。站住！公子叫你。见过公子。雪儿，公子认错人了。
你叫什么？封家嫡长女。公子自重。大胆！你这双眼睛，民女还有事。朕准你走了吗？你到底是谁？民女不敢。你刚才想逃？民女只是怕冲撞圣驾。你怕朕？陛下天威，民女自然怕。抬头说。太像了。世间相似之人不少，可你这双眼睛不该长在封家女脸上。皇兄微服出宫，怎么还在街上审起姑娘呢？伯玉，你认识她？昨夜封府选妃宴见过，封家嫡长女封穆妃。朕问的是她，不是问你。臣弟怕皇兄兄吓着人。她不像会被吓着。陛下说笑了，民女胆子小。是，小的昨夜差点把封府掀了。封穆妃，民女在。朕会再见你。民女惶恐。你最好只是惶恐。皇兄，街上人多，再问下去，明日京中就该传出别的了。走。皇兄叫你雪儿，认错人。你答得到快，不然呢？认下。肩上的伤，别拖。不想欠你。记账。送我回封府。去封府。王爷也进。送都送到这儿了，不进去讨杯茶？封府的茶不好喝。那就看戏。见过王爷。小桃。大小姐，小桃呢？被二夫人院里的嬷嬷叫走了。什么时候？您出府后不久。为什么不报？嬷嬷说只是问话，不许我们多嘴。封府问话，都挑主人不在的时候。去哪儿？要人。正好，本王也想听听二夫人问了什么。你以为封穆妃能护得住你？二娘问我的人，怎么不等我回来？菲儿误会了，我只是教她规矩。用这个教？藏什么？本王看见了。王爷，母亲只是怕这丫鬟乱说话，坏了姐姐名声。我的名声，轮不到你们替我打。起来。大小姐，我让你起来。菲儿，她原本是我院里的人。昨夜父亲已经说了，她留在听雨轩。姐姐这么护着她，
是怕他改口吗？妹妹这么想他改口，是怕他说实话吗？菲儿，一家人非要闹成这样，动我的人才叫闹。夫人，宫里来人了。陛下口谕，宣封家嫡长女封穆妃即刻入宫觐见。菲儿，还不快去更衣？二娘急什么？回听雨轩。大小姐，我回来前，谁叫你都别出院门。王爷做个见证。这茶还没喝上，倒先做上见证了。二娘听清了吗？一个丫鬟而已，我还能为难她？那最好。姐姐如今真是不同了，入宫前还要摆威风。妹妹想替我去。风小姐，公车还在外头候着。走。入宫后谨言慎行，别给封家惹祸。父亲放心，我向来只惹该惹的人。皇兄今日见你，不会只是问名字。我知道。知道还去？圣旨到门口了，王爷替我抗。你倒会挑难题。封穆妃，进了宫，别逞一时痛快。王爷放心，我惜命。风小姐，陛下在万凤宫等您。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万凤宫。谁告诉你的？宫里人人都知道，雪贵妃曾住在这里。你不怕？民女没做亏心事。他当年也常这么说。陛下说的是雪贵妃。你很像她。相貌相似，不代表是同一个人。朕还没说相貌。那是民女多嘴。接着。大胆！住手！你认得这个杯子？民女失手。封穆妃，你到底是谁？封家嫡长女，封穆妃。朕不信。陛下若不信，杀了我便是。死人不会再像谁。你不是第一次见这个杯子。民女失手，陛下何必为难一个小姑娘？风小姐初入宫，不懂规矩，留几日慢慢学也好。你倒关心她。臣妾只是怕她冲撞陛下。陛下，边关急报，军中瘟疫，博玉王请令亲赴边关治疫。准他去。王爷还请带一人同行。谁？封家嫡长女封穆妃。博玉王为何要带她？王爷说，封小姐懂医术，又有白石医馆令牌，军中疫症不明，或许用得上。你会医？略懂。
略懂到让白神医给你令牌。你想去？陛下若准，民女去；陛下若不准，民女留下。你倒会把话说干净。传旨，准博玉王带他出京。谢陛下。别谢得太早。边关回来，朕还要见你。博玉王已在宫门候旨。万凤宫的茶好喝吗？王爷想试，可以自己去喝。看来没吃亏。王爷点名带我，是救边关，还是救我？边关是真奇，你也是真有用。陛下有旨，准风暮雪随博玉王出京查议，宫中暗卫随行，回报军情。皇兄倒谨慎。不是谨慎，是不信你。怕了？怕就不来了。上车，出了京，你我就是同盟。暂时的。行，暂时。舍不得？走吧。娘娘，人已经出京了。出得去，也要回得来。送去薛家。王爷，营中病症未明，外人不得入。他不是外人。营中传的是急症，姑娘进去只会添乱。急症不会指定喝同一口水的人。发热、腹痛、手脚发虚，药压下去，半日又起。药不对，源头不在身上。你怀疑水？不是怀疑，是水里那双手只给你们留了这条路。查良鹏，押粮官每日点验，袋数一袋不少。点的是袋，不是里面的粮。先封水桶，水路一断，人就会慌。你看见了？让他去报。真茶水？水是给人看的，这粮不干净。水有问题。水没毒，那就是天意。你很想是天意。查粮，这些粮都有官印，京中押来的，不会错。会不会错，粮说了算。眉粉被药味盖过。不可能！你吃。怎么不吃？王爷饶命！小的只管入库，不知粮有问题。谁押来的？薛家商队。发现什么了？先别声张。别追，让他带路。那只信鸽往西坡去了。
北狄夜袭向来走东谷，所以他们才让你看见东谷。毒粮不是为毒死全军，是为乱营。乱了以后呢？烧第二批粮。你有几成把握？7成。剩下3成呢？留给敌人犯蠢。按他说的不妨。来了。真是西坡。放。风小姐，末将服了。先别服，搜身。这不是北达军纪。营外有人，营内也有人。一个京中小姐也要审我们？不审人，只看证据。昨夜西坡有苦其泥，你鞋上也有。小的巡夜绕过路。你报的是东门岗。3更，你借过马？小的只是去传军令。谁的军令？粮仓钥匙也少了1刻钟。东门巡夜西坡泥，3更借马，粮仓少钥匙，你绕得挺忙。我没有下毒，我只是传信。传给谁？薛家商队的人。他们抓了我娘，我不敢不听。你可知这一营将士差点被你害死？边关只是刀，握刀的人在京里。这是凉毒，按我写的方子抓药。老朽在军中行医30年，救过的人比你吃过的盐都多。这药性极寒，简直是胡闹！一个京城里娇生惯养的丫头片子，拿根针就真当神医了。风小姐，军营重地，将士们的命不是给你玩过家家，还请退下。30年行医，连梅毒混了药粉都看不出来。你这30年是活到狗肚子里了。你放肆！不好了，脉象断了，没救了！快准备白布！让开！他都断气了，你还敢乱动？这样把人折腾死，你甘心吗？不治，就等他咽气。你敢拿我兄弟的尸体试药？我没死，老朽有眼无珠。风小姐，不，神医，这方子老朽死也记下，绝不乱改一味。轻症半碗，重症分3次管，记错一味，拿你试问。王爷，北狄夜袭，北岭起火。北岭是幌子，他们真正的目标是存放毒粮证据的备用粮仓。走，去抓老鼠。放！王爷当心！王爷这剑到底是用来杀敌的，还是用来挡箭的？
杀敌是顺手，护你是本能。冷风，搜身。薛家，京城的皇亲国戚怎么会和北狄暗中勾结？边关的刀再利，也得京城有人递。薛家，这笔账，我们回京慢慢算。破药局，守粮仓，破夜袭。风木飞，你到底还瞒了朕多少事？陛下，博玉王请旨继续追查薛家伤县。传朕旨意，命博玉王即刻带风木飞，连同全部铁证押送回京。朕要亲自审。娘娘，边关失守了，咱们派去的几十个精锐全军覆没。陛下已经下旨召他们带证据回京了。全折了。那可是本宫用万两黄金重兵器砸出来的暗卫。那风木飞奇怪得很，军医都束手无策的要，他居然……折了就折了，不过是一群没用的人。本宫生来要什么有什么，薛家最不缺的就是没用的人。但本宫的凤尾绝容不得一只柴房里的蝼蚁染指。哼，拿着它去薛家暗牢最底层，放出那尊黑甲巨卫。娘娘不可！黑甲巨卫是薛家圈养了20年的怪物，他一旦出事，从来不留把柄，方圆10里皆成焦土啊！娘娘，本宫只要结果，告诉他回京山道上，本宫要风木飞和那些证据，连退路都不剩。风木飞，这次本宫倒要看看谁能从绝境手里抢回你的命。风木飞，你的路到此为止。王爷，是薛家暗牢里的怪物，退！挡路者退！薛家的暗卫就这点力气。冷风，按头。别拔了，见脆了你们薛家要死。连薛家的黑甲巨卫都压得没有还手之力，两位这身手，本座都不敢接你们的单子了。听风楼楼主半夜跑来淋雨，来送个附近情报。薛长良不仅派了这头怪物，京城城门处还埋伏了500精锐弓弩手，就是等你们带证据送上门。你们是想在城门造反吗？在皇城的地盘劫证劫人，薛家确实疯了。风小姐，这局你打算怎么解？他们想要证据，我给他们就是了。听风楼接不才送货的单子，本座很贵的。这匣子送进白氏医馆，里面装的是能把当朝贵妃拉下马的铁证。这笔买卖够不够买你听风楼的名声？够刺激，这单本座接了。500精锐，好大的排场！明日清晨，我要让薛长林的这群狗抢一个空降。东西在车上，冲过去夺木匣，保护证据。得手了，撤！他们越卖力，薛长兰输得越难看。风木飞呀，风木飞，你就算有通天的本事，到了这京城，还不是任本宫拿捏？娘娘，那冷风拼命护着这匣子，绝对是边关的铁证。拿火盆来，本宫要亲眼看着这些催命符化为灰烬。风木飞，你敢耍本宫？算算时间，薛长兰现在应该已经气得砸宫殿了。让他砸，人在失去理智的时候破绽最多。
你要我查的，查到了。你母亲出事前曾私下见过一名从宫里出来的长久嬷嬷，名字长久嬷嬷。我母亲见她之后就病了，3日后暴毙。更巧的是，官府的卷宗上写着，那个春娘也在同一天意外身亡。你们找错人了，这里没有春娘。宫里长久的奴才常被滚水烫伤，名字能改，手上的烙印改不了。大小姐，你终于长大了，回去吧，别查了。阿芷，我母亲出事前见的人是你，那碗药到底是谁下的？不是我，是我义母托大夫人藏了宫里带出来的东西，才惹来祸端。什么东西？我义母说，当年万凤宫的酒在半路被人换过，她亲眼看到换酒的人从太妃宫里出来，自己撞上。王爷，带风小姐走，这里交给我。还有一个人，当年酒库的魏救世还活着，他藏在10里外的破庙，快去，晚了他也保不住。走，去破庙。有人证。说，当年万凤宫的酒到底怎么回事？不说明白，我让你比他更惨。我说，当年陛下赐出的确实是普通的赏酒，是进万凤宫前才被人换成了那壶问题酒。风母妃，你怎么了？谁换的？那夜有人拿太妃宫的腰牌进了酒库，那人现在就在薛长兰身边。看来我们得马上带证据回京面圣。回京？不，我要直接进宫。我要让薛长兰看看被他们逼到绝境的人是怎么讨账的。敢在御前拦本王的路，谁给你们的胆子？王爷息怒，是本宫让他们拦的。听说边关送来了问题军粮的铁证，陛下连日操劳，头疾发作刚歇下。这盒子里的安东西，不如先交由本宫过目，免得污了陛下的眼。娘娘恕罪，此乃军机。放肆！本宫代掌后宫，形同父后。这皇宫内外还有本宫看不得的东西，来人，给我拿下！风沐雪，你笑什么？我笑娘娘急不可耐。边关的问题军粮还没摆到御案上，娘娘就急着来抢，怎么？是怕这匣子里装着你们薛家药方那见不得人的火亲印吗？敢诽谤本宫，本宫现在就能拔了你的舌头！拔我的舌头？娘娘还是先管好自己身边人的舌头吧。桂嬷嬷是吧？以前在太妃宫里当差，掌管御膳房酒水。奴婢年纪大了，酒事记不清了。记不清了？那半个时辰前倒在京郊破庙里的魏旧历，嬷嬷也记不清了。这上面还沾着魏旧历留下的暗痕。她说这块牌子的另一半就在当年那个换酒之人的腰上。嬷嬷，你要不要把腰牌解下来比对一下？放肆！拿着一块破牌子就敢在本宫面前装神弄鬼！桂嬷嬷，你退下！他出事的时候连眼睛都没闭上，你说今晚他会不会来找你讨账？娘娘救我！看来这牌子确实很眼熟啊。走，面圣去。马上安排马车，把这老东西弄出宫。如果他出了城门还活着，你们就按军法问罪。好一个薛家，朕的边关大军竟成了他们手里的面团。皇兄，薛家的胆子可不止在边关。边关是他们现在的岛，这块牌子是他们3年前的岛。这是什么？宫中酒库旧牌，证人临出事前说，当年万凤宫那壶酒进宫前被人动过手脚。不可能，那壶酒是朕赐给他的赏酒，那是恩赐。恩赐？陛下自以为是恩嘴连可送的却是穿肠烂肚的烈性药粉。大胆，竟敢对陛下无礼！滚开！去查，立刻去查当年酒库的出入部。陛下，万凤宫出事那夜，酒库的出入名册被人撕掉了一页。他不是自己，他没有背叛朕，他是被冤枉的。陛下现在知道心痛了，可惜换酒的人就在娘娘的侧殿里。谁？薛长兰身边的桂嬷嬷。来人，去把那个老奴才给朕拖过来，要活的。陛下，刚刚薛娘娘说桂嬷嬷得了疾病，已经安排马车送出宫去了。封锁九门，没有朕的旨意，任何人不得出城。传禁军统领，给朕追。那老奴才若是逃了，提薛长兰的头来见。
桂嬷嬷，这是急冲冲的要去哪里啊？圣上有旨，跟我走。看来你真是病得很急啊！朕倒是问你，你是着急赶去哪里看病呢？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！这腰牌是旧物，奴婢什么都不知道啊！不知道薛长兰连夜送你出宫，是送你回家养病，还是送你去乱葬岗？你这把老骨头心里没数吗？你不说，今晚你就是畏罪潜逃，全族问罪。你要是说了，倒下的就是别人。选吧。给朕如实招来，当年万凤宫的酒，到底是谁让你换的？不说，朕现在就严审了你！奴婢说，奴婢只是奉命换了酒壶，但药不是奴婢下的。说，谁下的药？谁给的腰牌？胆敢有半句假话，朕定不饶你！是太妃宫的秦嬷嬷给了腰牌，让奴婢去换酒。可是那包烈性药粉是薛家的人偷偷送进来的呀！太妃给牌，薛家递药，真没想到是你们联手要了雪贵妃的命。传薛长兰，就算今晚把后宫翻过来，朕也要让他罪债清算。薛长兰，看清楚你做过的事！一块旧物，一个奴才的风华，陛下就要定臣妾的罪。他把你当弃子，你还要替他扛下所有罪责吗？陛下，当年装药粉的那个药袋没有销毁，上面有薛家药房的火漆印，就藏在娘娘偏殿的佛龛后面。来人，去把那佛龛给朕砸了！陛下，找到了，薛家火漆印完好无损，证据在此，朕要亲审你！陛下这是要拿我问罪吗？你以为你拿我问罪就是替他报仇了？陛下，你不会真的以为这件事就是我一个人做得了的吧？你什么意思？幕后还有谁？凭我一个贵妃，怎么可能调得动太妃宫的掌事嬷嬷？怎么可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换掉御赐的酒？太妃娘娘驾到！薛国丈到！陛下，能让他闭嘴的人来了。皇帝深夜持剑逼贵妃，成何体统？放下！陛下，薛家冤枉！药袋就藏在他偏殿佛龛后，换酒的人也出自太妃宫。哀家让他换的，雪贵妃宠冠6宫，前朝后宫都因他动。哀家除一祸端，换江山安稳，有何不可？祸端、安稳，同源药粉进了边关军粮，薛家遮旧安，还敢动军粮？这就是你保下的薛家？他胡乱攀咬。薛氏设边关粮案，收押后臣。皇帝，你真要为那个旧人把天吐破？他没有错，是你们欠他一条命。欠他一条命？皇帝，你太天真了。你以为当年被害的只有他一个？太医院为何封存他最后一本诊册？当年那壶酒，害的不光是他，还有他腹中2个月大的皇嗣。你害了朕的孩子，一个未出世的孩子，换江山稳固。朕该谢你。朕今日先拿薛氏问罪。陛下，三思。陛下，现在还要问罪吗？薛国长，私为御书房，你要挟天子。陛下心乱，受人误导，老臣是清君侧。父亲，把他压下！皇帝，交出封氏女和景伯玉，
就按旧档封存。朕的江山，朕的皇权，护不住他和孩子，朕要这江山何用？要压他们，先过朕这道旨。薛国丈，你是不是觉得京城只有薛家会用药粉？薛国丈，你是不是觉得整个京城只有你们薛家会用药粉？风侍女，局到绝处还敢虚张声势，放箭！从你们踏进来开始，店里就有苦腥茸味。怎么回事？弩再满，也得有人握得住。你们不是最会把问题药粉藏进边关军粮里吗？我只是让他们身上沾过的东西自己露相。你比我们还狠！跟你们薛家造的孽比起来，我只是把你们藏过的东西还给你。皇兄，逆贼已服，请下旨。传禁军大统领。薛氏涉案人等剥夺爵位，下狱待审，逐案清算。皇帝，你不能。至于太妃，收回凤印，幽禁寿安宫，没有朕的严令，不许踏出半步。风木雪，你到底是谁？你听到雪桂怀孕时手指在发抖，你根本不是为了你娘，你到底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？你为什么会发抖？你从未进宫，为什么听到她怀孕会露出那种眼神？陛下想听什么？想听我替雪贵妃来讨账吗？回答朕。我发抖，是替那个被冤的女人不值。我母亲被逼到无路可走，我也能查到真凶。可雪贵妃呢？她怀着你的骨肉，喝下被换过的那壶酒。她倒在万凤宫时，你在哪儿？你有什么资格问别人为什么心痛？是朕的错，是朕护不住她。陛下不用演神情，迟来的悔意救不了任何人。风木雪，凤印还在，明日祭天，我要你再无翻身。雪贵妃当年并非旧案所载，今日追复尊荣。慢着，身份未明，大典不可继续。国师，朕在为贵妃昭雪，你敢冲撞祭典？陛下被蒙蔽了，封家嫡女从小怯弱，她怎会突然懂宫中旧事？臣查过封府旧案，她曾在后山失踪，身份疑点重重。哀家手里有先皇留下的隐秘凤印，今日哀家凤印问罪。来人，把身份可疑之人带上问罪台。我看谁敢动他。说我身份可疑？好啊，既然你们要逼我翻旧账，今日祭天台上，谁也别想全身而退。身份可疑之人，局到绝处还敢猖狂？看本座引天火验你真身！天火，真的是天火！陛下请看，
天怒人怨。装神弄鬼的东西，障眼法对本座没用，是吗？3、2、1。水，快拿水来！你这天火，怎么先烧了自己？黄符自然不过是江湖戏法，连这点把戏都看不破，也配称国师？太妃娘娘，你这枚棋子办事不太行。来人，把这个招摇撞骗的术士拿下！我看谁敢！哀家手握先帝凤印，隐秘位只听哀家调遣。今日就算没有国师，哀家就要拿下这风氏女。太妃娘娘，你是不是太久没出宫，不知道外面的物价了？博玉王，你想造反吗？隐秘位给哀家拿下他！先帝的凤印确实管用，但可惜这些隐秘卫也是要拿俸禄吃饭的。听风楼出双倍价钱，现在告诉太妃，你们的刀该指向谁？你们敢背叛哀家？哀家是太妃！在这大景朝，除了皇兄，本王就是天。你拿一个救人的破印章，就想动本王护着的人，可笑！够了！太妃伙同薛家，干政乱朝，豢养私兵。来人，摘取他的凤冠，撤夺太妃封号，即刻押入冷宫，终生不得踏出半步。皇帝，你敢废生母，你会遭天谴的！丧钟，是丧钟！风母雪，你终究还是斗不过太妃，你现在一定被祭坛火阵困住了吧？你怎么还活着？国父呢？隐秘卫呢？让你失望了，火太小，没毁掉我，倒是把国师烧成了烤猪。不可能，太妃手里有先帝的凤印，隐秘卫只认凤印，你不可能活着出来。你说的凤印是这堆破石头吗？不，这不可能！太妃怎么会说？不仅凤印碎了，你的好姑母现在正被押往寿安宫幽禁。至于你父亲薛国丈，正在暗牢里等着秋后问斩。薛长兰，你的天塌了！贱人，我跟你拼了！要回一起回！闹够了吗？绝命古药，薛家药房压箱底的最后一点药粉都藏在你这儿了。你拿我问罪啊！陛下不会放过你的，我是他明媒正娶的贵妃。你还在指望他？你以为当年他为什么会把你从答应一路提到贵妃的位置？因为你的眉眼有3分像被冤的雪贵妃，你不过是他用来怀念另一个女人的替身。你真以为他爱过你哪怕1秒钟？你胡说！你胡说！明天早朝，陛下就会当着文武百官的面重审边关问题军粮和万凤宫旧案。我今天不急着清算你，我要让你亲耳听着薛家全族问罪的圣旨，我要让你看着你最在乎的荣华富贵化为泡影。好，冷风，看好他，如果他想自震，就卸了他的下巴；如果他想咬舌，就拔了他的牙。我要他活到明天公审。我是贵妃，我是大清朝的贵妃。他在里面认罪了吗？他疯了，会上朝堂受审。
母妃，朕错了，朕真的错了。他会原谅朕吗？陛下，您哭不是因爱他，是受不了自己蠢。他说有来生，李生宁嫁乞丐，也不入帝王家，他永不原谅你。先帝有旨，薛氏一族曾有救驾之功，赐免罪铁券。凡薛氏子孙非谋反大逆，可免重罪3次。陛下，老臣纵然有错，罪不至极。您若拿我问罪，就是违抗先帝遗诏。老夫就算罢官回乡，依然是这大景朝最尊贵的国丈。非谋反大逆，可免重罪。薛国丈，你是不是对谋反2个字有什么误解？你一个女子，竟敢擅闯金陵殿！你为了一己私欲，截断边关粮道，用问题军粮替换军粮，导致北岭防线崩溃，数万将士折在边关乱局里。你这叫贪墨吗？你这叫通敌叛国？你这叫构陷忠良！用几万将士的性命换你这块破铁的免罪特权，先帝若是泉下有知，怕是要气得从皇陵里爬出来活劈了你。不，我没有通敌，我只是……薛家勾结北境的密信，本王已经全数查获。皇兄，通敌叛国，形同谋反，这块免罪金牌，今天护不住他了。通敌叛国，罪证确凿，免罪铁签也保不住你。来人，扒了他的国丈蟒袍，即刻查抄薛府。昏君，我是国丈，你敢抄我的家？顺便告诉皇兄一个好消息，臣弟的听风楼已经提前在薛府门口等着了。王爷，有大发现！好一个非谋反大逆！薛国长不仅想通敌，连登基的龙袍都给自己备好了。薛家不仅是烂，是想把大景朝的天给换了。别拿我问罪，是薛娘娘在冷宫传出的密令。局到绝处，还在翻局。走，去拔了他最后的药牙。我不会输，薛家门生故吏遍布朝野，只要管家把信鸽放出去，启动暗线，今晚就会有人来劫狱。我会去北境，我会东山再起。来了，我薛家养的暗卫来救我了，快把门打开！快砍断锁链，带本宫走！娘娘是在等他们吗？不好意思，全在外面躺着呢。你真以为你的密令能送得出去？我故意放走管家，就是为了把你薛家最后埋伏在京城的暗线暗卫全部引出来，一网打尽。陆不雪，你为什么要赶到绝路？你已经赢了，你还想要什么？赢？只要你还有一口气，只要薛家还没在天下人面前认罪，这局就不算完。
好好享受你生命中最后一个夜晚吧。明早的朝堂公审，我要让你亲眼看着你所引以为傲的一切是怎么灰飞烟灭的。陛下，臣等有本要奏。薛国丈3朝旧臣，岂能一夜定罪？此举寒了天下老臣的心。风木雪无官无职，也敢乱朝纲，寒了老臣的心。本王看是薛家想换个新天子。博玉王慎言，薛家绝无谋逆之心。看清楚，这是什么？陛下饶命，臣不知情。好一个满门忠烈，好一个绝无谋逆之心。传朕旨意，押薛家主犯上殿。薛长霄、薛国丈，你们的清算日到了。边关问题军粮案、万凤宫旧案并审。陛下，薛家冤枉，那龙袍是有人栽赃，问题军粮和药袋都是下人私为，薛家不知情啊。下人私为，能动边关数万大军的军粮。下人私为，能拿到宫中酒库旧盘，还能越过禁军换掉御赐的酒。边关异常药粉，皆出自你薛家药房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想往哪个下人身上推？薛家还有话说吗？父亲，别看我，我们薛家满盘皆输了。陛下，你拿我问罪又如何？你的雪贵妃回不来了，那个孩子也回不来了。你也有今日。薛长瑶局到绝处还敢猖狂！拟旨。奴才遵旨。薛氏主犯扰乱军粮，要害皇妃，私制龙袍，伪造玉玺，罪证确凿，押入天牢，三司会审。薛长兰替夺封号，罪名昭告天下。完了。封大夫人与雪贵妃接受薛氏构陷，蒙受不白之冤。今日昭雪天下，追封封大夫人为一品诰命。雪贵妃配赏太庙。雪儿，朕替你讨回公道了，你回来看看朕好不好？救人是不会回头的，陛下，好自为之。封大小姐，仇报完了，接下来做本王王妃，还是去江湖？王爷若舍得富贵，我带你看江湖。王爷，冷冲，怎么回事？
王爷，薛家密室被人抢先清空了。这不是薛家的印，你见过？王爷，薛家不是棋手，他们只是别人手里的一把刀。那药不姓薛，那姓谁？看来这盘棋才下了一半，那就把棋盘掀了。